大家好，我从 EBC 徒步回来已经2周多了，回来之后一直在咳嗽，到现在嗓子还有点哑。最近好了一些，就想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这次 EBC 的行程，包括路线的介绍，还有尼泊尔当地的衣食住行一些情况。先给不了解的朋友介绍一下 EBC 的基本概念。EBC 的全称是 Everest Base Camp。珠穆朗玛峰营地 Everest 是英语里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，大陆叫珠穆朗玛峰，是从藏语音译过来的，意思是大地之母。台湾叫圣母峰，尼泊尔当地人叫萨迦玛塔，意思是天空的女神。EBC 的线路大概分为3条，从短到长分别是 EBC 折返、GoQ 小环和三垭口大环。3条线路的起点都是同一个地方卢卡拉。EBC 折返呢，是指从卢卡拉出发到达 Everest Base Camp 之后原路返回。GoQ 小环是从卢卡拉到 EBC 之后不折返，经过措拉垭口到 GoQ 湖之后然后下山。三垭口大环是从卢卡拉出发，经过库马拉垭口到营地，再经过措拉垭口到 GoQ 湖，最后绕到 Lenjola 垭口，然后下山，一共经过3个垭口。其中还会经过几个观景台和一些岔路，比如 GoQ 有第5湖甚至第6湖，所以每个人具体的行程还不太一样。我们这次走的是 GoQ 小环，从进山开始算，我们一共走了12天。因为天气不太好，观景台只上了一个最高的卡拉帕塔，是 EBC 线上观赏珠峰的最佳位置。从加德满都到起点卢卡拉有3种方式，直飞、汽车到拉梅恰再坐飞机，然后还有一种是汽车加徒步。直飞的飞机一般很难买到，所以大多数人会选择第2种，凌晨1点坐汽车，大约坐5个小时到拉梅恰的机场，再坐飞机。之前网上很多人都说这条路很颠簸，但我们实际体验还好，有看到很多工人在修路。第3种是先坐吉普，能坐多远坐多远，剩下的路程再徒步，大约要徒步2-3天，也能到起点卢卡拉，适合时间非常充裕的朋友。我们选择的是到拉梅恰坐飞机到卢卡拉，买的是 Tara 航空的机票。卢卡拉的天气非常多变，机场很小，飞机也很小，飞行员只能靠目视飞行，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飞机，起雾就飞不了了，所以这里至少要预留1天时间，以防航班的变化。如果时间比较紧，或者愿意氪金的大佬，也可以直接坐直升机，这里的直升机非常发达，可以直接到山上的任何一个村子，包括 EBC。我们这次运气比较好，去程只等了1天，返程没有等，甚至提前了半个小时左右出发。整条线路在萨迦玛塔国家公园里，路上需要买进山证和门票。进山证在卢卡拉的村子出口的地方，2000卢比一个人，门票在蒙州买，3000卢比一个人。这2样东西都要收好，路上有检查点。如果你通过旅行社安排，那向导都会帮你处理的。如果你没有向导和背夫，也可以自己买。路上一定会经过这2个窗口，所以不用担心会错过。背夫和向导可以按自己的需要请，向导每天要20到30美金，背夫每天10到20美金，记得还要给10%到20%的小费。EBC 现在是可以不请背夫和向导的，所以即使一个人走也可以不请。但如果想买保险的话，一定要有旅行社，背夫和向导就看旅行社的安排咯。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大部分的背夫和向导英文都不太好，沟通起来比较费劲。一路上都会经过很多的村子，每个村子都会有吃的，吃的主要就是西餐和尼泊尔当地的菜，比如披萨、意面、炒面、炒饭，还有夏尔巴炖菜、
尼泊尔国菜套餐。早餐就是面包、三明治什么的，也不难吃，但是连吃10几天就不太行了。除了主食之外，也有可乐、薯片、饼干这些零食。喝的呢有咖啡、茶、柠檬水、牛奶。推荐自己带一点咸味的东西，比如榨菜，还有冻干海带。海拔越高的村子东西越贵。我们在最靠近 EBC 的村子里，那个高乐雪买了一壶热水要2200卢比，大概人民币100块钱。新鲜的蔬菜越往上也越少，所以同样的菜色，受到食材的限制，每个地方的做法可能也不太一样。肠胃不太好的朋友点餐还是要慎重，很多东西都不太好消化，或者太油腻，吃完这些东西都容易高反。但我们也有看到有些人带了红酒到5000米的地方去喝，所以这些还是因人而异的。每个村子都会提供住宿，海拔越高，当然住宿条件也越差。不过价格没有涨得很贵，可能是房间维护对当地人来说成本并不高。南池以下的 lodge， 如果你在这里吃早饭和晚饭，他们是可以给你免房费的。我们虽然没有遇到被子发霉的情况，但海拔高的地方确实没有条件每天换洗被子，加上晚上真的很冷，所以推荐大家一定要带睡袋。4000米往上的居民使用太阳能和风能来发电，电是很不够的，充电是要钱的，充电的价格也是海拔越高越贵，一个手机充电大概要300到400卢比。有个经验就是晚上温度太低，晚上手机最好要关机，不然手机掉电非常快，放一晚上手机就白充电了。关于上网的话，出国之前可以买国际漫游，我买的是移动的国际漫游，100元有7个 G， 也可以在当地买 SIM 卡。丁波切以前一般是有信号的，可以用手机信号上网。丁波切以后没有信号，可以在 Lodge 老板那里买上网卡，一张大约700到800卢比，连上 WiFi 激活后可以用24个小时，但只能在 Lodge 用。路程中间是没有任何信号的，有的 Lodge 也有自己的 WiFi， 价格跟上网卡的价格差不多。人多的时候信号不好，很容易被别人挤掉线。我是不推荐卷装备的，像 EBC 这种补给比较充足的线，装备够用就行。如果不请背夫的话，尽量少带东西。基础装备就不说了，挑几个这次觉得很重要的介绍一下。首先就是睡袋，有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带睡袋，但对我们来说睡袋真的很重要。我们每天晚上都在用，可以大大提高睡眠质量。尤其是海拔比较高的那几天，晚上如果只盖 Lodge 的被子会很冷，要穿羽绒服才可以，还是睡袋比较舒服。休息得好，第二天才更有力气爬山，也更不容易高反。第二个就是防雨，我们带了雨衣和雨裤，但是好在没有用上。EBC 的天气一般上午都非常好，所以尽量早起，中午到达目的地，然后就不会遇到很恶劣的天气。下午几乎每天都在刮大风，经常起雾、下雨，甚至下冰雹。雨衣主要是为了防止失温，在户外失温是个很危险的事情。如果中途迷路了，走不出去，又赶上下雨，那还是挺危险的。雨衣在这种情况下既能保温又能保命。然后就是防晒和防干裂，物理防晒是最佳选项，也可以带一些防晒霜。EBC 的天气很干燥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带一点润唇膏或者凡士林。还有就是太阳能充电板和充电宝。高海拔的几个村子，尤其是宗拉，如果天气不太好，即使花钱也充不到电的。所以耗电比较多的朋友可以考虑带上太阳能充电板和充电宝。我们把充电宝挂在背包外面，一路上的当地人都在夸这样做很好 ，very good。
不过我们的经验是挂在背包上的发电效率很低，不知道是角度的问题还是因为走路经常晃动，平铺放在地上充电，这样发电效率比较高。关于鞋子比较推荐中帮鞋，更加保暖也不容易进石头。5000米海拔的时候，每多弯一次腰就会头痛一段，所以尽量不要让鞋子里进石头。但是如果没有穿过中帮鞋的朋友，最好先适应一下，不然容易崴脚。然后就是一定要把鞋带藏好，不然容易刮到东西，绊倒自己。关于高反，我们这一路上听到了很多人讲自己的朋友因为高反然后下撤的故事，甚至在南池的时候听说一个印尼的女生因为高反死在了海拔4000多的地方。高反还是需要非常重视的，所以一定不要剧烈运动，尽量不要洗头发和洗澡，每天的住宿点最好不要比前一天高超过500米以上。吃饭呢也要适量，不要吃太饱，也不要喝酒。如果还是不放心，可以在加德满都的任意的药店买一个叫 Dimax 的药，很便宜，大约100卢比有10片，从上山的前一天就开始吃，每天1片。我们感觉这个药是很有效的。导航软件我们用的就是2步路，提前把轨迹下载好，因为路上大部分时间是没有信号的。记录轨迹我们用的是 Strava， 看地图的时候用的是 Google Map 离线的地图，也可以装一个 Google Translate 尼泊尔语离线语言包备用。加德满都的公共交通很不方便，打车用的软件叫 InDrive， 这个软件中国的手机号是不能注册的，我们用的是新西兰的 eSIM 卡注册。还有一个非常救命的软件就是 Kinder Rush， 在拉美查从早上6点等到下午3点等飞机的时候，还有在 Lodge 无聊的时候，就全靠这个单机游戏在支撑。这是一个很多年的老游戏了，应该很多朋友都玩过。Kinder Rush 的公司也可以给我打钱。这里只是想提醒大家，可以安装一些你喜欢的不用联网的单机游戏，或者带一些棋类玩具，无聊的时间还是挺多的。我们甚至有遇到一个大爷，他带了一把吉他。关于 EBC 的介绍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再见。